大家好，我是苏苏姐家的小青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复古年华系列新颜开山。本教程电子图解可在微信小程序搜索“趣之社”进入查看。开山由上衣、腰部花片、下摆、连接、袖子、门襟和纽扣组成。先分别完成上衣、腰部花片以及下摆的钩织，完成后再将几个区域进行连接，接着钩织袖子并进行安装，最后挑对应区域钩织门襟并安装纽扣。这里衣服有多个尺码，制作方法相同，只是部分位置的针数和行数略有不同。往下我以小码为例进行展示和讲解，其他尺码遇到不同之处时会单独说明。先来钩织上衣，这里分为领肩和身体两个区域，其中领肩又分前领肩和后领肩，都是单独起针，先钩织领肩，完成后将几个领肩连接起来钩织身体，全部完成后，再将前后领肩的起针位置进行缝合。首先钩织两个前领肩，开始先讲解左前领肩，这里的左右是以实际穿着时的左右来区分，采用锁针起针，然后沿着起针来回往返进行钩织。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、短针、中长针、长针、长针加针和长针减针。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这里我用棉线进行演示，并且颜色随机，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锁针起针，这里具体起针数大家参考图纸。完成后开始钩第一行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接着调起针，此时又往左数的第二个锁针位置，注意钩针上的线圈不包含在内。调锁针的辫子，上方一根线，钩一针短针，后面继续分别调锁针辫子的上方一根线，一对应钩短针，钩完最后一针，第一行就完成了。接着钩第二行，先立一针锁针起立，翻转，往下挑针目，一对应钩3针短针，注意在反面钩织时，针目位于左上方。完成后钩织2针锁针间隔，然后跳过2针短针，挑下一针位置钩一针长针，2针锁针，
同一个位置再钩一针长针，后面钩2针锁针间隔，下方跳过2针短针，挑后面3针位置一对引钩短针，完成后继续参考图纸钩织。最后一针位置钩一针长针，一针锁针和一针长针。此时第2行完成，继续钩第3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这3针算作一针长针，翻转，接着调左侧一针锁针的动眼，钩3针长针，后面2针锁针间隔，往下挑3个短针的居中一针位置，钩一针短针，2针锁针间隔，往下挑长针之间的锁针动眼，一个动眼钩7针长针，后面继续参考图纸钩织。钩完最后一针短针，第3行完成，往下钩第4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，往下调左侧第2个短针的位置，钩一针长针，注意这里边缘短针与起立针对应，大家不要挑错位置。完成后钩一针锁针间隔，往下挑相邻长针的针目位置，钩一针长针，一针中长针，3针短针，一针中长针，一针长针，完成后钩2针锁针间隔，往下继续参考图纸钩织。
边缘遇到长针起立针的位置，这里挑第3个锁针，边缘的2根线入针，这里是钩短针。完成后，第4行就钩好了。往后的第5到12行用到的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参考图纸将这几行钩完即可。注意钩的过程中遇到长针起立针时，都是在第3针的位置挑2根线入针。完成后钩织第13行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翻转，然后挑边缘1针的针目，钩织长针加针，也就是一个位置钩2针长针。完成后，剩余继续对照图纸钩织即可，一直将第14行钩完。完成后钩织第15行，这一行需要重新接线起针进行钩织，将之前的线先钩1针锁针固定，然后预留一点线头，剪断，拉紧，然后重新起9针锁针，接着将上一行的反面朝向自己，往下挑最后1针的位置，也就是边缘1针，钩1针短针，后面继续参考图纸钩织。钩完边缘短针，第15行完成，继续对照图纸钩织第16行，一直钩到上一行边缘的这个短针位置。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跳过边缘的短针，需要挑起针的锁针位置钩织。先往左跳过2个锁针，挑后面锁针的辫子上方1根线，一一对应钩1针长针，1针中长针，5针短针，此时第16行完成，下面钩第17行，开始同样需要重新接线起针钩织。同样的方法，先将上一行结尾预留线头断线。然后起针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。
完成后，在上一行反面，从边缘一针开始，对照图纸进行钩织。往后第18行结尾挑对应所针的上方一根线入针钩织即可。后面的第19到22行沿着上一行来回往返进行钩织就可以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将这几行完成。完成后钩织第23行，结尾需要钩织长针减针，先参考图纸钩到最后一针位置前，我这里已经到了对应位置，往下挑长针针目和起立针的第3个锁针位置，钩织长针减针。先挑针目钩织长针的未完成针，绕线穿入钩出，然后绕线穿过前2个线圈，这个就是长针的未完成针。继续挑起立针位置钩织长针的未完成针。此时钩针上有3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完成长针减针。此时第23行完成，后面的第24到26行大家参考图纸钩织即可。这里钩完后不需要断线，将其放置一旁。此时左前领尖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接下来讲解右前领尖，方法与左前领尖相似，前14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。第15行时，结尾需要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，后面的第16行起始也要钩锁针，之后折回挑对应锁针位置入针钩织相应针法。后面的第17到18行方法与之前类似，剩余的第19到26行没有出现新的情况，来回往返钩织相应针法即可。钩完后需要断线，往下大家参考图纸，将右前领尖钩织完成，完成后先放置一旁。下面讲解后领尖，这里分为2个区域，先钩织1区，然后将2个区域连接起来，往下钩织2区。1区有2个，方法与前领尖的开始2行相似，大家参考图纸将其钩好。注意，其中一个1区钩完需要断线，另一个不需要断线。具体大家参考图纸，图纸都有进行标注。完成后钩织2区，这里接着1区没有断线的织片，然后参考图纸将这个1区的区域钩完。完成后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，之后拿起断线的1区，将其第2行的背面对着自己，然后从边缘位置入针，参考图纸钩织，一直钩到边缘的一针。完成后，此时2区的第1行就讲解完了。2个1区像这样连到了一起。往后2区剩余部分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将剩余钩完即可。完成后需要断线，这里所有线头藏到织物的背面即可。第1行
针法纹理整齐的一面为正面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，所有线头按这样的方法藏到背面就可以。此时后领肩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身体。第一行时，按照后领肩2个衣区的连接方法，将3个领肩边钩边连接起来。连的时候注意织片的正反面。所有领肩最后一行均朝前，之后来回往返不加不减钩织，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，将身体区域钩完即可。完成后断线并缠线。此时身体区域就要讲解完了。往下缝合前后片领肩起针的位置，这里采用卷针缝合的方法，可以挑锁针剩余的2根线，短针的入针位置入针一对应缝合，也可以挑短针之间的缝隙入针来缝合。往下我提供一个卷针缝合的方法供大家参考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结合实际情况操作。请看演示。这里我用小样做演示，将织片摆放好位置后，然后取一段缝合线，一般线的长度是缝合区域的3倍左右，可以留长一些。将线穿入缝针，然后从边缘入针，这里锁针位置就挑边缘的2根线入针，开始预留一点线头，为了牢固同一个位置多缝一次。后面继续按照同一个方向入针缝合。入针位置基本在边缘，具体根据手里的实物调整，只要缝得平整美观就可以。缝的过程中，将开始预留的线放在上方，边缝边藏进去。边缘一针，多缝一次。这就是卷针缝合的方法。最后缠线。此时领肩缝合就讲解完了。到这里，整个上衣的制作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制作腰部花片，先钩织对应数量的花片，然后将花片连接起来，
这里花片采用锁针环形起针，先沿着起针往里进行钩织，完成后再调起针，沿着外围进行钩织。用到一个新针法引拔针，请看我演示。首先起针钩织对应数量的锁针，这里我已经起好了，然后将锁针的辫子一面朝外对折，注意锁针不要扭起来，找到第一个锁针的位置，挑锁针上方一根线，钩一针引拔针，完成后拉紧引拔针，这样锁针环形起针就完成了。再检查一下锁针辫子的一面朝外，接着钩第一圈，先立3针锁针起立，然后从左侧第2个辫子开始，挑锁针辫子的上方一根线，一对引钩2针长针，注意边钩边藏起针的线头。后面钩一针长针，然后钩10针锁针，再挑同一个长针的入针位置钩一针长针，完成后往下一对引钩5针长针，后面需要钩织长针减针，这里挑相邻锁针和左侧第4个锁针的位置进行钩织，之间跳过了3个锁针，完成后继续钩5针长针，后面钩一针长针，10针锁针，一针长针，往下大家继续参考图纸钩织。
钩完最后一针位置，大家核对一下针数，最后在起立针的第3针上拧拔，拉紧，下一圈需要换色进行断线。线头可在后面的钩织中藏进去。此时第1圈完成，往下钩第2圈，在上一圈起立针的位置，之前拧拔穿入的这里入针进行接线。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往下从左侧长针开始挑针目1对应钩3针长针，接着钩10针锁针，相邻锁针位置跳过布钩，同时左侧长针位置也跳过布钩，往下挑对应针目1对应钩4针长针，后面挑左侧1针和第3针的位置，也就是之前减针左右的2针位置，钩织长针减针。往下大家参考图纸继续钩织。钩完最后一针，注意核对一下针数，然后在起立针的第3针上拧拔，拉紧，下一圈需要换色断线。第2圈完成，后面的第3到5圈没有用到新的针法和方法，大家参考图纸，将这几圈钩完即可。注意每一圈都要换色，换线时都是在上一圈起立针的位置，挑之前拧拔穿入的洞眼来接线。每圈这样的锁针位置都跳过布钩，最后钩完后，在起立针的第3针上拧拔并拉紧。完成后，往下处理一下锁针的位置，将第1行的锁针向左扭成8字形，然后往下将第2行的锁针从里面穿出，也向左扭成8字形，后面依次将锁针穿出，并扭成8字形。扭完这一列的锁针，其余锁针位置按照同样的方法
处理，最终只剩一个线圈。往下剪一段第5圈颜色的线，穿入缝针，接着将最后一圈剩余的锁针依次穿入缝针，注意最后一圈也要形成8字形。穿完一圈，再穿一次，拉紧线头，首尾线头打结，穿到背面，往下将线藏到织物里面即可。大家可以多藏几针，另一个线头按照同样的方法藏到织物里面即可。这样里侧的几圈就完成了。往下钩织第6圈，沿着外围钩织，调起针这一侧，第1圈任意剪针，左侧针法之间的缝隙入针接线，然后立3针锁针起立，往下都是在针法之间的缝隙入针，对应钩长针。约到剪针的位置，挑锁针大洞，钩织2针长针，两针锁针和2针长针，往后大家继续参考图纸钩织。最后在起地针上紧拔，拉紧，断线。此时第6圈完成，后面第7圈大家直接对照图纸钩织即可。这样一个花片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
大家可以参考图纸比对一下尺寸，如果相差较大，建议调整手松紧或更换钩针型号，重新钩织。往下，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其余花片钩织完成。完成了花片的钩织，往下进行花片连接，这里需要钩织变形的反短针。拿起2个花片，我用这个小样做演示，将花片的背面相对合拢，然后使用花片最后一圈的颜色。为了方便观看，我用其他颜色演示。在需要连接的一条边左侧，找到锁针洞眼里3针长针的居中一针位置，进行接线。然后立一针锁针起立，接着往右调2个花片的针目，这里同时穿过2个花片的针目位置，钩一针引拔针，往下挑起立针的上方一根线，入针钩一针短针，此时完成一针变形反短针，往下继续调右侧针目，注意往后入针都是同时挑起2个花片，钩一针引拔针，接着在左侧一针上挑上方倾斜的这2根线，入针钩一针短针，后面继续挑右侧针目钩一针引拔针，然后挑左侧上方倾斜的2根线，钩一针短针。这里除了第一针是挑1根线钩织短针，后面都是挑左侧倾斜的2根线钩织短针。按照这样的方法往下边钩边连接。钩的过程中遇到起立针位置，就挑之前引拔穿入的洞眼入针即可。继续往下钩织。钩到了另一个锁针洞眼的3个长针位置，往下继续连接到居中一针长针位置。
钩完最后一针，进行断线。收尾线头藏到织物背面即可。这样2个花片的一条边就连接好了。大家按照同样的方法将剩余花片连接完成。完成后先放置一旁。此时腰部花片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下摆，采用锁针起针，然后来回往返钩织。完成后进行断线并缠线即可。这里用到了一个新针法，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，则往下单独讲解一下新针法的钩织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对照图纸进行钩织。请看演示。下面来演示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在短针上钩织时的钩织方法。钩完对应短针后，钩3针锁针，然后钩针穿入短针针目前半针和下方左侧的一根线，钩针绕线，将线从3个线圈中勾出。锁针3针的狗牙拉针完成。这样下摆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往下进行连接，这里需要将上衣、腰部花片及下摆分别连接起来。连接方法与花片连接相同，都是钩织变形的反短针。先讲解上衣与腰部花片的连接，将2个部位对应。边缘位置可以用校扣、别针或者回形针固定，也可以用线做固定。完成后将织物对折，找到中心点进行固定。之后在边缘到中心点之间大致均匀找几个点进行固定，方便连接。完成后将上衣的一侧朝向自己，花片放于后方。然后在左侧边缘开始接线，这里上衣处都是挑针目以及锁针洞眼入针，也可以挑锁针位置的2根线入针。花片挑针目对应入针。如果遇到之前花片的连接点，连完缝隙较大时，可以挑连接位置的2根线入针。钩一针变形反短针连接，只要连完后没有明显洞眼就可以。这里连接的具体针数和位置都不固定，只要连完2侧织片保持平整，没有褶皱就可以。方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后连接腰部花片与下摆，同样钩织变形的反短针，边钩边连。先将2端边缘进行固定，居中进行固定，然后找几个大致均匀的点分别做固定。这里下摆的织片比花片略长，连接时花片仍然挑针目，下摆挑起针的这一侧，2个织片在大致对应的位置入针即可。连接时下摆织片对着自己，花片朝后，大家将其完成。此时连接部分就讲解完了。下面制作袖子，分为袖身和袖边花片，分别进行钩织。完成后将袖身2侧进行连接，花片之间进行连接，
最后将花片与袖身连接。先来讲解袖身。采用锁针起针，然后沿着起针来回往返进行钩织。钩的过程中，部分位置需要重新起针钩织。这里用到了一个新针法长长针，则往下演示一下新针法的钩织方法，大家可以先学习，之后再对照图纸进行钩织。请看演示。长长针，钩针绕线2圈，穿入左侧针目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现在钩针上有4个线圈，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穿过，还剩3个线圈，绕线，从前2个线圈中穿过，还剩2个线圈，绕线，穿过剩余2个线圈，一个长长针完成。这就是长长针的钩织方法。此时袖身的钩织就讲解完了。往下讲解连接，这里需要将袖身两侧比较直的这个区域连接起来。在织片的反面，将织片对折，然后挑边缘的一针或者2根线入针，交替钩织一针短针和一针锁针来连接。这里入针位置没有固定要求，只要连完，织片保持平整即可。往下，我提供一个钩织短针和锁针连接织片的方法。注意，视频主要演示方法，实际短针之间是钩织一针锁针。大家可以先学习，请看演示。以右前片为例，注意左右前片指实际穿着的左右，将右前片和后片正面相对，反面在外。可以从任意一侧开始拼接，将肩部重叠对齐。这个小样是后片，这个是右前片。我们从边缘这里开始，一直拼接到这个长针位置。后片这里就是这个长针位置。钩针同时穿入2个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接线。立一个锁针，接线处钩一个短针。接着钩2到3个锁针，我这里钩3个锁针。间隔一小段距离，同时穿入织片边缘的几根线，继续钩一个短针。这个距离和锁针长度大致相同，确保钩完后织片不会缩起来，并且遇到肚线，将肚线包裹进去。
拼接就是交替钩一个短针，2到3个锁针，将这条边拼接完成。完成后断线。此时袖身的连接就讲解完了。下面讲解袖边花片，这里钩织方法与腰部花片相似，只是针数和圈数稍有不同。这里也是采用锁针环形起针，然后先挑起针钩织里侧的几圈，完成后将锁针位置扭成八字形，最后将锁针圈收起来，然后再挑起针的另一侧沿外围进行钩织。花片完成后进行连接。同样钩织变形的反短针，边钩边连。最后再与袖身织片最后一行的位置连接，也是钩织变形的反短针来连接。连接时，将袖身织片的一侧对着自己，分别挑针目和锁针的位置与花片的针目位置对应钩织和连接。完成后，往下在袖边花片边缘钩织一圈变形的反短针，挑边缘的针目入针钩织即可。连接位置挑边缘2根线入针。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全部完成后，将袖身没有连接的一侧与上衣的袖洞位置进行连接。这里先将袖身连接的位置与上衣腋下位置的中间对应进行固定，然后将袖身顶端的居中位置与上衣肩部缝合位置对应，两侧大致找几个点进行固定。这里为了连接的紧实一些，需要钩织拧拔针和锁针来连接。入针的位置没有固定的要求，挑边缘洞眼或者2根线即可，只要连网保持织片平整就可以。往下我用小样演示几针连接的方法，小样织物不做参考。先在对应位置接线，这里大家实际可以在腋下居中的位置接线。然后立针锁针起立，往下挑2个织片大致的位置，钩一针引拔针，接着钩一针锁针，后面继续挑大致的位置，钩一针引拔针，一针锁针，往下就按照这个规律边钩边连接即可。最后连完后，在起立针的位置
挑这个锁针的2根线，拧拔即可。完成后断线并缠线就可以。此时袖子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最后钩织门襟分为2个部分，先沿着门襟处来回往返钩织第一部分，完成后沿着第一部分和底边钩织第2部分。先讲解第一部分。从右侧门襟的拐角处边缘接线，然后往下挑下摆侧边、花片边缘以及上衣的侧边，钩织对应数量的短针。这里针数可参考图纸，入针位置挑边缘洞眼或者2根线即可。针数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，只要钩完后门襟处平整就可以。完成后换线，沿着短针区来回往返钩织几行中长针。钩的过程中注意留出扣眼，这里扣眼就是上方钩织锁针，下方跳过几针中长针即可。这里中长针开始都是先立2针锁针起立，之后从第2针开始往下进行钩织。最后一针遇到起立针的位置，挑第2个锁针的2根线入针即可。大家将其完成。完成第一部分后，继续钩织第2部分。这里钩织变形的反短针，同时遇到下摆锁针洞眼的位置，需要挑下方短针的位置入针。最终形成这样的纹理。全部完成后，挑起始反短针的位置后方的任意2根线拧拔，然后断线并缠线即可。这里针法前面都有演示过，大家参考图纸将门襟钩织完成。最后在扣眼对应的另一侧门襟处缝上纽扣即可，大家将其完成。到这里，整件衣服的制作就全部讲解完了。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还有不清楚的地方，可以与我们的客服联系。苏苏姐家，一针一线，享受生活乐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集再见。